大家好，我是 Roland。有钱就能移民新加坡。这几年，这个说法几乎变成了共识。富豪涌入，家族办公室暴涨，豪宅频繁成交，看起来就像一条默认存在的路径。于是，很多人都会下意识得出一个结论：只要钱够多，身份就不是问题。但如果这是真的，为什么新加坡官方要亲自出来否认？而且这次出来说话的不是普通官员，而是新加坡最核心的经济操盘手之一，贸工部常任秘书马宣仁。他只说了一句话：投资不等于移民。这句话很简单，但他直接推翻了一整套流行多年的逻辑。也就是说，你以为的有钱就能移民新加坡，很可能从一开始就是错的。那问题来了，为什么这么多人会相信？新加坡到底在选什么人？其实有钱就能移民新加坡，也并不是空穴来风，它是被一系列看起来很真实的现象堆出来的。这几年，一个趋势非常明显，全球富豪正在加速进入新加坡，家族办公室从几百家涨到1000多家，各种新闻也在反复出现，谁设立家办了，谁把资产转来了，谁又买下豪宅了。当你反复看到这些信息，大脑会自动补一个结论：这么多有钱人来了，那他们是不是顺便把身份也拿了？这一步其实就是认知误区的起点。更关键的是，这个过程被不断强化。很多中介顾问会这样讲：社家办可以规划 PR，资本路径更快，高净值有专属通道，听起来是不是很合理？但这里有一个关键问题，逻辑被偷换了。他把3件不同的事情强行绑定在一起：资本进入新加坡，家族办公室落地，拿到新加坡身份，然后变成一句话：有钱就能移民新加坡。但现实是，这3件事可以同时发生，但并不构成因果关系。有钱的人确实更容易进入新加坡，但不代表更容易留下来，中间隔着一整套完全不同的审核逻辑。但大多数人可能看不明白，因为表象太强了。当富豪加新加坡不断出现，大脑就默认这是一条已经被验证的路径。所以这个误解能流行，不是因为大家不理性，而是因为它看起来太像真的了。很多人以为这种事情官方会保持模糊，但这一次新加坡官方说得非常直接，而且发声的人是最核心的经济决策层之一，贸工部常任秘书马宣仁。他是负责吸引全球企业和资本进入新加坡的人。如果真的存在有钱就能移民的通道，他不可能不知道。但他的表态非常清楚：我们的职责是吸引投资，创造就业，不是帮富人拿 PR。这句话的重点不是我们不负责，而是这从来不是目标。也就是说，新加坡欢迎钱，但不等于用钱换身份。接下来，他直接回应了最火的说法：家族办公室。结论很简单，可以帮你落地，不会改变移民政策，更不会提供身份通道。这3点已经把市场上大多数说法全部推翻。很多人混淆的是2件事：把资产放进来，在这里留下来。但新加坡的逻辑是，这2件事完全独立判断。新加坡从来没有为富人开过移民捷径。讲到这里，很多人会反问一句：那 GIP 呢？新加坡不是一直有一个投资拿 PR 的项目吗？没错，GIP 确实存在，但问题是，它和你理解的花钱换身份完全不是一回事。我们先看一个数据：过去10年，通过 GIP 拿到 PR 的人大概450人。注意，是10年，不是1年。平均下来，1年40多人。这个数字本身就已经说明一件事：这条路从来就不是给大多数人准备的。如果新加坡真的在放水吸富豪，这个规模不可能这么小。那为什么很多人会觉得它很容易？因为大家只看到了钱，却忽略了它真正筛选的东西。现在的 GIP 本质上在看3件事：你有没有真实的商业能力？你的资金来源是否清晰合规？你未来能不能在新加坡持续创造价值？换句话说，它不是在筛谁更有钱，而是在筛谁能做事。很多人以为只要把钱投进去就可以，但现实是你需要参与经营，要有实际业务，要带团队，创造就业。如果你只是把钱放在那里，那基本没有意义。
甚至连家族办公室这种路径，现在要求也越来越严格，资产规模要大，结构要清晰，合规审查非常严，还要有长期运营计划。你会发现它的核心标准只有一个，你是不是一个真正参与经济的人。所以，与其说 GIP 是富豪通道，不如说它是一个极少数企业家的筛选机制，而且这个筛选标准还在不断提高。官方已经明确释放信号，门槛只会越来越高，不会降低。为什么？因为一旦这条路变成花钱就能进，整个国家的筛选逻辑就会被破坏。所以你现在再回头看，就会发现一个反常识的结论，不是有钱的人更容易移民新加坡，而是只有少数能创造价值的有钱人才有机会通过。讲到这里，其实问题已经很清楚了，新加坡不是不能吸引有钱人，而是刻意不让有钱变成捷径。那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因为一旦放开，代价会非常大。先看最现实的一层，民生压力。新加坡是一个资源非常有限的国家，土地不多，住房紧张，生活成本本来就高。如果大量资金进入，只是用来买房、买资产，但不创造就业，不参与经济，结果会很直接，房价被推高，资源被挤占，本地人压力越来越大。换句话说就是钱进来了，但价值没有留下来，这对任何国家来说都是不可持续的。第二层是更关键的金融信誉。2023年，新加坡爆出了一起震动很大的事件，30亿新币洗钱案，涉及跨国资金、复杂结构、大量地下资产。事情发生之后，新加坡的反应非常快，冻结资产，全面排查家族办公室，强化反洗钱监管。为什么这么严？因为新加坡最核心的优势不是赚得多，而是别人信得过它，也就是所谓的信任溢价 （Trust Premium）。简单讲就是钱愿意来，不是因为这里收益最高，而是因为这里最安全、最透明、最稳定。但如果你让钱可以买身份，甚至让不干净的资金混进来，那这层信任很快就会崩掉。一旦信任没了，资本也会跟着离开。第三层也是最核心的一点，国家长期发展逻辑。新加坡从来不缺钱，它真正需要的是产业、技术、人才、企业生态。所以它在筛选的从来不是谁更有钱，而是谁能把未来带进来。这也是为什么官方一直强调，找今天的巨头不难，难的是找到未来的巨头。什么意思？就是如果你只是一个已经很有钱的人，对新加坡来说意义有限。但如果你能在这里建公司、做研发、带团队、创造就业，那你的价值完全不同。所以总结一句话，新加坡不是在限制富豪，而是在筛选价值。钱可以进来，但能不能留下来，看的是你有没有把钱变成对这个国家有用的东西。讲到这里，很多人会有一个直觉反应，连富豪都这么难，那普通人是不是更没机会？但如果你真的理解前面的逻辑，会发现一个反转，新加坡其实不是一个只看钱的地方。如果他真的只认钱，那最有优势的永远是那一小撮超级富豪，普通人几乎没有机会。但现实是，连有钱都不是决定因素，这反而意味着规则更公平了。因为新加坡真正看的是一件更本质的东西，你有没有和这个社会建立长期关系？那普通人的路径其实一直很清晰，你在这里工作，长期纳税，生活、社交、家庭慢慢扎根，孩子在这里成长，一点一点把人生的一部分放在这里。这个过程不快也不轻松，但它有一个关键特点，它是真实发生的。你不是把钱放进来，而是把自己留下来。对新加坡来说，这种人才更重要。所以你会发现一个本质区别，有些人只是带钱来，有些人是把未来留在这里，这两种人完全不一样。也正因为这样，普通人反而有一条更稳定的路径，不是更容易，而是更符合这个国家的筛选逻辑。所以回到最开始那个问题，有钱就能移民新加坡吗？答案很简单，不是不能，但绝对不是只要有钱就可以。新加坡真正筛选的从来不是谁更有钱，而是谁能留下价值。钱只是门票，真正决定你能不能留下来的是你能不能在这里做事，
在这里发展，在这里建立属于你的长期位置。如果你看到这里，我也很好奇，你觉得新加坡这种筛选价值的方式是更公平还是更严格？欢迎在评论区聊聊你的看法。如果这期内容帮你看清了一些被误解的规则，记得点个赞，也可以转发给身边朋友。觉得我的视频有价值，可以订阅我的频道。我们下期见。